算关键时刻，今天中国出了一个世纪大丑闻，国际都在看。他们的南京博物馆竟然有很多的珍贵的文物，在一夕之间都不见了。大家想说是被偷吗？还是被发生什么事情了？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而这件事情有多严重？你看到连 BBC 都专门去报道这件事情。他说南京博物院报倒卖文物的疑案，你看到就是这一张所谓的江南春。这个江南春在中国是无价之宝，这东西原本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怎么会到拍卖现场去了？好，问题点出来之后，现在南京博物院的院长这名叫徐湖平，马上是被抓了，被调查了。你到底有没有去贪腐？是不是你把东西给卖掉？但是最有趣的是什么？当南京博物院的丑闻一出之后，你看到中国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所谓的一些馆内全部都闭馆，这代表一件事情，今天南京博物院的这种事情只是一个引子，未来如果再查下去，恐怕全中国的博物院都会深陷在这个丑闻当中。好，进到节目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这一次很勇敢来到了缅甸，甚至到了妙瓦底园区，还有他跟当地的军阀有见面，他还有聊天，甚至还把一些珍贵的诈骗资料全部都带回台湾来。他是新北市议员林秉佑。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世总，所以我们回到今天这个事情，南京博物院盗卖国物事件，我真的觉得非常怪。如果以台湾故宫小小东西，对，它不见的话，大家已经气炸疯了。当然。结果你看今天这件事情，这是无价之宝，江南春现在拍卖市场8800万，它不是本来就放在博物院里面的？对，没错。事实上，这个裘英明朝的大画家的一个江南春这个画卷来说，照理说是应该收藏在南京博物院里面。那南京博物院是中国第二有名的这个博物院，大概仅次于北京故宫，所以它的这个是可以号称是它的镇馆之宝之一啊。就没有知道出现什么事情啊？他现在居然出现在拍卖会的会场里面，8800万人民币。他想说那怎么一回事？大家开始去查这件事，太扯了啦！对，查这件事情到底是从何而来？现在人家中国传言就是说，可能是他们盗卖，就南京博物院里面盗卖这个，把国宝拿到海外，拿到外面去卖。对，那可能是里面有人中饱私囊，或是什么官商勾结，不管怎样，但这件事情中国的所有民众炸锅，你们这边盗卖国宝，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是要求要什么民族主义，你这个根本是大不会而且是在我们国家里面博物馆，你居然拿出来卖。再来说这件事情，你看这是什么 BBC 的报道，他说南京博物院盗卖文物的疑案来说，已经开始事态发展，他都把它报道出来。好，那我们看目前为止已经抓了啦，抓了他们前院长叫徐湖平，已经被抓了，他也被抓。可是问题是现在大家觉得说，难道是他卖的吗？还是说是另有其他隐情？真的假的？那我们就想，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来仔细来看这件事情发展？因为前一阵子习近平不是在要求说大家不要经济数据造假，对不对？就没想到今天的这个状况来看，中国的相关的统计局把去年2024的这个数字往下修。那什么意思呢？大家都在作假嘛，大家作假，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不是我有没有听错？你说把去年2024的 GDP 往下修，对，现在2025年底了，再过几天我们就跨年2026喽。对，你把2024突然下修，对，好，那下修表示大家都在造假。好，那大家造假的时候，那现在就有人在说，这个徐湖平搞不好是这样为国捐躯。什么叫为国捐躯？事实上，盗卖者不是他。因为他目前为止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搞不好是地方官员，或是地方政府，或是国家盗卖也不一定。所以来说这件事情来说，目前为止在中国完全是炸锅，大家来讨论说到底国宝是什么流到外面去拍卖的一个状况。不是，今天你说好好查，你就把南京博物馆好好的查，对，结果没想到现在中国一大堆的博物馆，对。不能去了，对，通通闭馆了。我们知道紧接下来的话就是元旦假期嘛，那中国也有放假。那中国放假的这个过程里面说，照理说来说的话，元旦就是大家可能出去玩，去逛逛这个所谓博物馆嘛，这个很多人都会去。就因为现在南京博物馆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正好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你看这是什么？你看这个大家元旦去了博物馆别踩空了，你看。成都的这个金沙原子博物馆暂停开放，然后这个陕西博物馆呢也暂停开放，然后一大堆这些都是完全都是暂停开放。好，过了大家觉得很奇怪啊，
怎么会在南京博物院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他博物馆关你们什么事？你们关闭园干什么？然后很多网友就开始说，做贼心虚啊，慌了，就是你看他们为什么？他们现在怕什么？政府说，哎，那我们就除了南京博物院呢要查，我们每一个博物院都要查。他们害怕，先闭馆再说。闭馆来说话的，反正你政府也没办法查嘛，再说嘛，之后我们先闭馆再讲，就这样。好，那还有网友更厉害，说严防火灾啊。为什么要严防火灾？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说过吗？反正中国官员要来查粮仓的时候，粮仓就会着火。那官员要来查装备的时候，靠近装备的地方就会着火。那现在搞不好呢，这个中国要真的下来查的时候，搞不好博物院就失火啊！各地方的消防蹲在博物馆前面对面，如果立马着火的话，马上就建功了。烧起来，兄弟们救火了！对啊，所以马上我不让你烧，不是不让你烧，正好不是不让你烧，是烧完了你会有奖赏。是烧完，对，就是你虽然说消防队在这边，但是要这个救火是偶尔救，要救到让它全部烧完。这才是立大功，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就是这样子。那有人就提醒，你要赶快严查。你看消防部门要严查消防，别把火烧掉没证据。所以有人知道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你看，大家一大堆都说，要注意防火啊。但我就跟他讲，现在的中国网友都已经很清楚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把戏了嘛。好，那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件事情会闹到现在的状况呢？因为他这个8800，我们看这个球音这个画，全这个江南春这个画，知道。它是一个比较长条形的一幅画，对，它事实上也是仇英的名作之一。那如果你要看仇英来说，我们在台北故宫有一个叫做仇英的这个汉宫春晓图这也是我们台湾当地的一个非常镇宝之一对，这个故宫的镇宝之一，就没想到你看跟这个江南春图，它居然拿到海外去卖。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呢？现在引起大家的注意呢？你知道吗？那为什么南京博物院会这么重要？因为南京博物院以前呢，它是没有收藏很多这个过去的这个文物，大部分都是存在故宫。那北京故宫，那因为我们知道有抗战的关系嘛，它很多这个东西呢就移到了这个当时民国的首都，就是这个南京嘛。对。还有接下来的时候，因为这个国共内战。国共内战，蒋介石被一路打的时候，他就把很多文物往南迁嘛。对，有些部分就迁到了这个南京，然后还慢慢再运到台湾来嘛。那有些带不走就留在南京，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我们现在南京博物院惨呐。”他说还有2000多箱，超过10万件，一直放在南京的仓库里面，几十年都没有人开箱过啊。现在恐怕有更多国宝被他拿出来卖啊。所以现在中国网友完全炸锅，就是说这件事一定要得查下去啊！为什么要查下去？我就跟他讲，这现在完全是炸锅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讲，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有人出来说你这个江南春是盗卖呢？照我简单来说，这个江南春这一幅画是谁？是原本南京的吗？不是，它是有一个中国这个晚清时代晚清的时候一个非常有名的收藏家叫做庞来成，他捐给当时的南京的博物馆，结果我没想到。居然出现在北京的一个拍卖会的预览中，这个估价8800万人民币嘛，那于是就觉得很奇怪啊，所以他们的后人庞来成的后人就是这位女士，对，他就说，不对啊，我们当时不是捐给了南京市政府吗？南京博物院吗？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个拍卖会里面？所以拍卖会马上跟国家文物部门举报。然后这个拍卖公司马上就撤拍，这是我们捐的，你怎么可以拿来卖？对，然后他就那个所谓拍卖公司马上就撤掉，又是那个做贼心虚。那你想说，搞不好他的是假的？没有，我跟他讲，事实上如果庞来成他捐的东西，你看他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然后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等，他捐的都是一些镇馆之宝，所以也就是说，过去有庞来成盖过印章，他鉴赏过，这是真的，就是真的，没有人说是假的。所以他就说，他们后人就说，这我们当年捐给你们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就讲这件事情来说，我们要从2014年那时候发生一件事，因为他要纪念庞来成的150周年的这个算是名旦，所以他有测一个叫长天下，他就说庞来成的虚斋的这个名画的合璧展，所以把他们南京博物院里面存的所有他收藏过的画，全部都要拿出来。就拿出来以后，就没想到，我觉得这个他们当年策展人，这个眼睛不知道长到哪里去。他写了一个说，庞来成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会败落到以卖画为生就他的子孙说没有，我们不是卖画，我们是捐给你的，好不好？就他没想到，他就说，他们后人就要求南京的这个博物院道歉，那没有道歉没有道歉的话，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告他，然后当时在法院上面说，南京跟策展人为了证明我们卖画，拿出了一些关键的文件，对，这样一个状况。但是他们承认什么？他们承认说没有错，
我们是这个所谓的拿到你的产品，而且你的这个你给我们的当初捐给我们的东西是好的，对，就这样道歉，那就了事了。所以就是说，他当年南京博物院有在法院上面跟这个蓬莱城的后人说，没有错，你的这个你给我们是真迹的一个状况，那现在为什么会出来？所以大家完全傻眼啊。好，那结果没想到他现在又弄一张照片，就说啊没有啦，事实上你当年捐给我们那个，他说2001年4月18号被一个顾客某某某，然后你看这是球鹰的这个仿球鹰的这个山水券，6800人民币就把它卖掉了。对，所以那货到底哪里去了？你当年说有，就你现在又说你2001年就被卖掉，那到底现在是在怎么一回事？大家完全傻眼。所以这个庞莱城的后人是完全没办法咽下这口气嘛。好，那我就想，现在因为大家都要求这个南京博物院出来说话，所以南京博物院就出来说了。你看他12月17号说什么啊？有啦，我们那个我们现在的确啦，这个我们当时在1959年的1月的时候，我院接受到他们赠的137幅的这个画，对，然后你提到了5幅的这个争议的画卷里面来说，他说1961年由张衡啦，然后这个韩胜先呐，还有这个谢志柳组成的这个专家为1961年，然后1964年又王敦化啦、徐云秋啦，然后这个许兴龙啊等的专家又是假。所以他们就说，那因为是假伪，所以我们就把它卖掉了嘛，就这样了。所以他就说伪一个假，所以这东西卖了刚刚好啊。好，那人家就说，那你把这个证据展示出来。但是你看，他就只有这样伪假，然后他把名字都马赛克，就不让你知道这是谁。这个没有在开玩笑。来，我们把镜头往前面推。是，你这边都是马赛克这么多，对不对？对。你们看到这个字假。好，我们这边再往下，这个假。对。其他。你这有讲跟没讲不是一样？那好，那你说的这些人来说，真的是那些人吗？很多人就说这些专家这几个已经死了。对。然后这几个人说，有人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专家啊。那我就跟他讲，因为他当时有说5幅画，对不对？他说有提起的5幅争议的画卷，那5幅争议画卷现在都在网络上就被拍卖会上面。对。有一个赵光甫的这个双马图的这个立轴，它也是一样。他被在这个拍卖会场卖300万人民币，好贵哦。还有一个王府的这个松风萧氏图卷，它也是50万人民币。对。但问题是，目前为止来说，这些在哪里都不知道啊。他们当时有非常多5幅画，现在他们都说是假，伪，所以我们当年都出掉。但问题是，现在大家在网络上找这5幅画卷到底到哪里去了？对。所以我就讲，现在等于是越演，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五幅画卷，大家完全是傻眼。那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现在中国网友在寻找国宝的一个行列。好，那我就讲，那因为这件事情闹大了，现在大家就开始在关注这个南京博物院，你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嘛？好，所以就有人开始踢爆。他说了，南京博物院有一个镇宝之一，好，镇馆之宝叫做西汉金兽。这是西汉的时候一个金兽哦，含金量对99.9点重9100克，大概是10公斤左右，厉害哦！对，这一只很贵，很厉害哦。好，可是问题是，赵我跟你讲，什么叫做真金不怕火炼？就是说，你真金再怎么刮，它还是金嘛。对，怎么样都是金嘛。可是问题是，你看哦，你怎么出现这种黑色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这也不是它的花纹啊，这什么东西啊？不是，你是发霉了，是不是？这个。你有黑色又有绿色，对，赵尔，如果你是纯金的话，99.9的话，除非说你是故意画上去的嘛，对，但那个显然不是啊，你是个蜡，这个好像是它的表皮这个可能被割掉之后，里面现出来就不是纯金，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有人开始怀疑你这是真的吗？对，还是这是仿冒的啊？好，那有人就说啊，好啦，我们这个就有人开始说，你看啊，很怪。你看南京博物馆最近的半数的镇馆之宝都不展出哦，你看这个什么金兽不展出啊，然后这个也不展出啊，一大堆都不展出，那就说那你到底搞什么？那你镇店之宝、镇馆之宝，对你在跟我开玩笑，对啊，是不是？所以他就说，你看，很多人就说，你看南博的镇院之宝的这个展览暂停开放了，只看到这个复制品，就这样，所以就没有任何东西啊。所以人家说，那你们到底搞什么？你们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好，那我就讲，现在问题大条了。好，不止这样，问题很大条。我跟他讲，我们刚才不是说吗？南京博物院是中国第2大，对，它的珍贵的这个文物是中国第2哦，它还有什么样一个重要的珍藏？就是这个银缕玉衣，对，这是东汉末年东汉的时候的这个衣服。你看这一看就是非常珍贵。如果假设真的是东汉的，你看
这么珍贵的这个东西他就说他浴衣全长大概1.7米然后玉片用玉弄出来的有2600片，然后银丝大概800克对，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存在这个南京博物馆然后还有一个明代的这个金枝玉叶，这是一个工艺品它的工艺品来说的话，你看它黄金铸造的这个资料，然后停在一个薄如玉片的这个帛纸的玉对，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珍贵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怀疑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黄金呢？大家完全不知道了另外还有唐三彩的骆驼，所以你看它有非常多都是中国可能认为说，这是我们的国家之宝的东西。可是问题是现在大家都是打上那个大问号，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好，所以我就讲，事实上现在大家就在怀疑就说这个会不会是什么？中国政府自己也知道要倒卖对，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数据不太好搞不好南京市政府觉得说那我就拿一些出来卖反正赚不少钱了，可以弥补我们的财政。很多人就这样开始怀疑。是这样子，不知道，因为你卖国宝就为了要把国库给充盈，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些这个所谓馆藏人员嘛，他们自己这个自刀自卖这样一个状况，不知道嘛。所以现在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猜测一大堆嘛那为什么会猜测这个说是可能搞不好是中央也知道呢？我们前一阵子习近平不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说什么我们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所以他就说大家不要灌水了不要灌水这样一个状况就没想到他说不要灌水之后，你看马上了。这个国家统计局关于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核实的报告，马上就下修减少了1018亿。那1018亿去哪里？不知道2024的1000亿去哪里了？对所以我就说，你看，连中央的统计局都会灌水。那我就讲，那地方上面的很多这个博物馆怎么做，你也不知道嘛，所以才说现在那些博物馆现在为什么大家都风声鹤唳？因为说真的，假设中国中央真的要查下去的时候，呆鸡大雕要赶快要闪的就闪如果真的仔细查下去的时候，这里面一定臭不可闻的一个状况。玉凤，这样听起来，中国的博物馆现在大家人人自危，真的查下去，尤其是什么？我们刚刚讲南京博物馆，那时候已经讲了，前院长。大家说结案了，他人就被逮了。他被逮完之后，发现，这个前院长从他人到他的家里到他的收藏，真的不简单对，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呢，大家就回头来看这个前院长徐湖平，他到底住在哪里？然后他家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其实真正的地方是什么？博物馆是在他家里。你想想看这后面每一个瓷器，然后每个雕龙、每个画凤，其实应该都是好东西。对，所以呢，大家就回头在想，第一，你是不是把一些好东西带回你家了？然后呢，你想想看，到底以前大家都觉得博物馆里面的国宝是国家的，但现在来讲的话，这些东西如果是假的，你为什么要收藏？对，如果是真的，大哥你哪来的？所以呢，当这个东西查下去之后呢，大家就觉得第一个，他房子住得非常的好，是在哪里？在后半山园5号。然后呢，在家里有这么多的东西。好，那这次为什么会爆炸呢？其实是有人实名举报，他就说呢，你看这个为什么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呢偷天换日？对，照道理说，他不是应该要一个很谨慎的一个保存过程吗？可是呢，他说他可以，徐湖平可以叫鉴定专家，包括故宫的文物，然后呢鉴定为什么？赝品这个是假的，对，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要了，我们就把它卖掉了。不要了。那你知道赝品的话，真品要非常的严格保存，但赝品就是把它打掉打掉而已嘛。所以呢，这些东西就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没有财产编号，没有财产编号，它的来源就没有人管了。所以呢，低价销售给自己主管的江苏省文物商店，它已经从博物馆。国家级的正国级的单位变成文物商店，对，就像是你家旁边的 Seven 一样。然后呢，再转手倒卖。然后呢，徐江江在上海开的文物公司拍卖，结果最后卖给谁？法国人。对，这句话就是点燃大陆的网民的暴动。对，为什么？如果你要来骗钱，你想要我好喜欢这些国宝，你把它拉出来，我告诉你，道义有道。搞不好大家还觉得你可能就是醉心在这些文物里面，对。但是你把它倒卖给法国人，那这个就是民族主义所不能接受嘛，这不能忍。以前圆明园被烧的时候，东西被带走，那个是民族在微弱的时候没有办法。你现在，现在已经国家强盛了，你现在倒卖给法国人，对。所以呢，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就让大陆网友不能接受。好，重点是。
要出事之前，他突然之间就病倒了。病倒了之后呢，很多认识他的这些人就直接讲了吧，没有吧，这老头子各种活动没少参加，怎么就病了？他说自己是什么？我有高血糖、前列腺。来，最后一句话。很多事情我记不得了，对，你们不要为难我了。对，可是呢，在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没有人来相信他，因为他说，你看哦，上个月还在苏州参加活动，喝酒很猛的。喝酒很猛的。如果你有高血压、高血糖，你怎么会敢喝酒？然后喝酒很猛的，所以这东西都被人家给查出来。那查出来之后呢，才发现原来很多博物馆他们做的事情。真的是臭不可闻啊，而且是你超乎想象的一个做法，你知道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琉璃拱门。你在古代你可以做出这样的琉璃拱门，这个工艺是非常难的，所以这应该是什么？这应该是国宝中的国宝吧。然后呢，他要把它送去哪里？送去这个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拱门做得太高了，做得太高了，然后呢，他们展场的这个楼高不够。那你要怎么办呢？我们正常的想法应该是什么？你换一个展览的空间嘛，或者是为了这个琉璃拱门，我们再做一个展厅，对，这合理吧？当然，但是他们家不是这样想的。你看哦，这个有马，这个有狮子，然后呢，这下面有大象，结果呢，他竟然就把楼高不够嘛，我们就截掉了，就把它给处理掉了。你在跟我开玩笑？所以没有狮子了。它原本是长这样，对，你知道为了要降低，把原本的文物拦腰砍断，对。这就是损害国宝，所以呢，人家讲说这就是血族仕旅嘛。你展厅不够高、不够大，你应该换个展厅，不是？他是把国宝给缩小了，所以呢，你从这个正常的到现在来讲的话，你就少了一截。所以人家讲说如果这种事情都能发生，你真的会对国宝真的会善加的一个照顾吗？那除了这事情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更离奇的是什么？现在大陆很多的一个直播，而这些直播里面。原来国宝都在土豪的家里面啊！现在这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文物直播主，他每一次都很惊讶说：“这些文物怎么会在你家啊，哥们？”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紫檀云龙。你知道紫檀是什么？紫檀木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木材。对。到明清的时候呢，只有皇家贵族，而且你要有战功，你才可以用。然后呢，云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云龙，你觉得你敢弄一个龙吗？你说这个是贵族跟皇上那些人用的，龙就是皇帝的，所以呢，他就说哥们，你这东西是故宫的，为什么呢？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小叶紫檀云龙纹这个柜子。不是一般的柜子，第一它是紫檀做的，第二它上面有云龙纹，云龙纹就是皇帝的，应该是清康熙时期。哇，清康熙时期怎么会在你家？结果呢，这个哥们就讲说，哎呀，钱到位了，什么都能卖。哇，所以这个东西竟然清朝的东西，康熙的年间竟然不是在故宫，而是在土豪的家里面。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听权鉴宝，他又跟另外一个哥们直播的时候，哇，看到这个脸都歪了。为什么呢？这是一把古剑。什么叫做八剑？八剑就是巴蜀地区。什么叫巴蜀地区？就是春秋战国时代。这个东西，如果你拿去外面卖的话，至少2000万，至少2000万。然后呢，刚刚讲的，如果你真的是清康熙年间，而且是从宫廷出来的话，过去曾经有拍卖过，类似的，比这个小一号，2.25亿。所以这就是实力。什么叫实力？土豪家里要有宫廷的东西，所以要有这个春秋战国时候的东西。这就是告诉大家，这些东西不可能从土里，不可能从陵寝里面挖出来的。如果不是从故宫或者是这些国家级的博物馆流出来的话，恐怕是找不到它的。国文哥，现在真的一大堆人踹雷弹。刚刚前院长被逮，这火可以熄吗？可以停吗？不行啊！为什么？不要忘了今年10月份。习近平才到了故宫去，他看着说什么？你们要好好保护这些文物。旁边的蔡奇眼神很凝重，他感觉像什么？习近平，你不要发现我们这里面有什么事吧？如果被拆穿的话，我该怎么办？这根本不是特例，这其实盗取文物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所以蔡奇10月的时候陪着习近平去看故宫，北京故宫的时候，他其实心神非常的凝重。他看着他进去的时候，那习近平还做了一些指示，还认真的在听然后对文物指示，他还说什么这些文物是属于人民的，服务人民的，要加强文物的保护。那蔡奇听了之后，脸有点，你看了有点笑的有点尴尬或坎坷。
忑不安。在后面不知道该怎么忐办，忑不安，对他心里面想：难道习主席你不知道吗？倒卖无物，卖无物是共产党的传统吗？还习近平还讲一话，自己的宝贝还得要自己试货，自己的宝贝不要把它轻慢了。可是他其实很想提醒习近平，他心里笑冷虚的时候，很想提醒你。其实我们老是我们把它倒卖出去的，其实卖最多的其实不是那些盗墓贼啊，电影拍很多盗墓贼嘛，其实卖最多、偷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那我们来中国共产党卖最多。对，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特务头子叫康生嘛，叫影子领袖之一，结果他就被发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不破四旧吗？一边破四旧，一边在打抢劫，对，然后他抢了几千件的文物，所以现在很多文物被翻出来的时候，证明说，康生真的偷很多，像这个明朝宋刻的急救章就被人家被康生盖了一个章，叫康生之章。代表这个文物曾经被他偷过。再来还有中国也收藏莎士比亚的名作《李尔王》，结果李尔王还被盖一个章，叫做康生看过，而且是1954年，他也给人家偷了这个东西。康生有一次看到一个更稀有的国宝，是宋代拓的汉朝的石经，是蔡邕的书写的作品，那宋朝把它拓写下来的，全中国只有3件。他想说这么珍贵文物，那我付10块钱就把它拿走。他听错，10块钱跟你买珍贵文物。对，所以他整个抢了几千件，还有一个30万年前这个时间真的玳瑁的化石，本来是研究地质的，他看了喜欢就直接把它拿走了，所以康生被称为中国最大的文物大盗之一。他真的很坏，他要么借，他要么直接拿，或者给你10元。你说我抢，我给你10元吧。对，还有什么？分文未付就直接拿走了。流氓啊！可是真正的大流氓还不是他，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真正的上梁是谁？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跟周恩来，康生只是他的手下。那中国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时候破四旧嘛，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嘛，所以当初到处去砸所谓的古墓啊，包括仓颉的墓都被他砸了。还有颐和园，八国联军抢了圆明园，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把整个颐和园给砸了，那大佛被毁还是被烧了，直接被砸了。可是我告诉你，破四旧后来就变成抢劫活动，整个把文物完全偷走了。因为后来本来乐山大佛，他一路要把它炸了，还上了引信，然后因为大雨淋湿了，所以乐山大佛就一直保存到现在。好，后来整个北京统计有11万户就被他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被抄家，上海大概有10万户被抄家。可是抄家过程中，你以为都是打砸而把它抢了，把它烧掉吗？其实后来没有，是因为周恩来发现，你们这些小红卫兵真的不识货，把青花瓷给砸了。后来周恩来就指示说，这些文物不要打它，我们把它拿回来就可以出口去换汇嘛。所以真正盗卖文物的是周恩来，而且他还提醒红卫兵你下次要试货，像这种青花瓷或中国古物你不要再把它砸了，把它弄坏了。其实我们可以好好保存，把它出口。所以为什么蔡奇很了解？因为中国当时他搞不好很清楚，所以整个北京官方的数字中国官方红卫兵1个月就为毛泽东抢了黄金10多万两，白银35万两，还有大量文物。这些大量文物后来做什么？对，直接就出口。所以这是中国官方这些统计其实真正文物流出去的，其实不是战争，八国联军嘛，英法联军，也不是盗墓走私。我们看那连续剧中国连续剧不是在演嘛，盗墓贼嘛。对，其实真正最多的是中共出口文物，整个海外已经流了1000多万件，是现在中国100万件的10倍之多。对，那怎么出去的？其实他们是有计划的，直接商业出口，直接去换外汇，因为周恩来指示，毛泽东也同意嘛。盗卖祖先的东西，祖宗的家业，其实都是他们卖的。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他自己有统计出境的文物已经有468万件，这是有记录的没有记录还没有算所以整个中共就是不停的把文物盗卖出去，468万件。有一个人的影片，现在这几天在中国被热议，而被不停的被翻出来，叫中国演员张铁林。他在5月的时候接受访问，当时被骂爆了，你知道吗？因为大英博物馆收集了很多中国古物啊，包括明代的龙纹琉璃砖啊，还有景泰蓝这些东西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当时5月的时候，张铁林讲什么你知道吗？你不要说列强，当时八国联军、英法联军去抢我们都宝物啊。但是我自己去大英博物馆之后，我说一句心里话，这些东西要不是在那个地方被我们保护得很好的话，你早就看不到了，搞不好被人家偷了、砸了、抢了，你看不到。中国老祖宗的东西
被你毁了，是感谢大英博物馆。现在被翻出来说，当初他讲的还真的有点道理。你真的是先知，而且他当时为什么会被骂？他说在中国没准文革就给你就猜了。还有中国一个小演员叫夏星宇现在还被翻出来敬仰他，你知道吗？他同样也讲过一句话，是在6月的时候讲的。那时候他很多中国人到大英博物馆都会流眼泪，你知道吗？这么多博物被你抢了，都被英国人欺负了，被列强欺负了。结果他自己也讲那句话，如果没有大英博物馆，我们要感谢他啦。当年破世旧无脑人把它毁了，而且偷卖掉嘛，感谢大英博物馆把它保护起来，我和我的后代才能够看到。当初还被封帖，没想到这些帖子都被翻出来，因为看到南京博物馆的事情，大家要感受到什么？现在到中国网民在说的是什么？去年还在叫大英博物馆应该还给我们，现在他们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昨天的事情，请大英博物馆好好保留文物，不然你还是会被偷嘛。谢谢替我们保护了这么好，完全风向都变了。所以这件事情不是特例，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跟文化。廷辉，如果照这样看起来，我们刚刚讲前院长还被抓了，对不对？我刚刚也在问一件事情，前院长完他就没有了吗？火就不会烧了吗？我靠，习近平10月他才刚刚去，如果真的是这种贱卖啊，什么一大堆，尽管是你中共自己人做，那如果有其他人做呢？大家都在做呢，那怎么办？我看中国每个博物院或是博物馆的馆长或是院长，大概都是差不多一样都差不多一样，对，差不多一样。我其实自己亲自蛮经历到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吗，在中国来讲的话，人家说地下看陕西地上看山西就是说如果你要看坟墓之类的你要到陕西去那因为陕西有很多太多文物，对不对？我曾经就到陕西的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里面去，就我进去之后呢，它其实很多展厅，那其中有一个展厅呢，其实是闭馆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里面展示的是唐朝那时候很多古墓的这些壁画。对，那个地方有很多非常珍宝的东西它其实不是开放给一般人去看的。但是因为陪我去的官员他后来呢跟着那个保安呢跑到后面一指出不知道讲什么东西，然后呢我隔着那个所谓的监视器后面的屏风，不知道递给他什么东西就可以开了，就可以进去了。然后我就跟着他进去，我们就只有我们2个人在里面看完之后呢，我们出来，然后这保安跟我们讲说，不能跟别人讲。我的意思是说那种古物的展示的地方，你可以保安可以这样子那你有什么东西运不出去了？如果今天是一个存心要来去偷东西的或抢东西的，你如果这样子的话，贿赂一下或怎么样之类不就东西就出去了吗？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不是稀奇古怪的事情，这是日常的事情。那你看到郭沫若，各位知道，郭沫若是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在中国来讲的话，一个考古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出土文物2、3件事》它里面有提到一个案例这个什么案例？就1970年代的时候。也是在陕西这个地方的何家村呢，曾经有出土一个唐朝那时候安史之乱的时候的一些相关文物。对，好，那些文物当中，其中有一块是金宝，你知道吗？重达10公斤左右的金宝出土了。对，出土之后呢，后来呢，暂时放到那个西安博物馆里面去借放一下结果借放半年之后，这10公斤的金宝竟然只剩下8公斤。少2公斤，对，少2公斤，被他刮走了。对，不是，他们后来一直在查说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秤子出了问题，还是什么出了问题？结果后来发现只能做唯一解释，是当时出土的时候里面含有水分，所以水分蒸发了，所以那2公斤就不见了，还要找理由。对，所以你知道吗？都已经这样子了，这个只是一个冰山一角而已。所以在中国来讲的话，这个东西不算什么，因为太多这个历史文物，所以他们把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当做自己家产可以变卖的。但是话说回来现在为什么在各级政府也好，或是各个博物馆当中，他们都要找这个东西？除了贪污腐败之外，另外来讲也是经济不好，开始找一些自己的财源嘛。那你变卖这个古董，你只把它判定说它是赝品，然后出去卖，因为一定有收藏家，他一定要，那他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他就是出得起钱。那你不管是自己中饱私囊，或者是说为了国家财，但是我发现到这些馆长他也没有把这些资金到这个归到国库里面去并没有所以基本上都是贪污腐败的。稍后广告完之后，我们将跟着林秉佑的脚步，跟他一起进入到缅甸的妙瓦底园区，他在里面看了什么？他到底跟军阀怎么样去讲话？而且他还带回最神秘的档案。我们马上回来。
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